欢迎来到 Nine Dragon 频道。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：博纳影业 CEO 于东所言，热烈电影为什么下架了？博纳影业 CEO 于东所言，现在拍电影像在雷区跳舞，演员王一博都可能成为定时炸弹。当资本执念与艺术初心在票房雷区共舞，9.13亿的遗憾与10亿的执念间横亘着税务风波的冰封裂谷。从主演税务瑕疵触发2年冷冻期，到粉丝所场称起中英数据狂欢，这场市井逆袭背后翻滚着流量依赖的恶果，洗车公舞王的热血中成资本算盘上的筹码。而影院幽灵场次里回响着行业的终极拷问：当跳舞变成算计，热爱能否冲破雷区？消失的街舞梦，从票房黑马到院线幽灵。2023年暑期档，街舞题材电影热烈，以黑马之姿斩获9.13亿票房，豆瓣7.1分的口碑，让导演大鹏跻身亿元俱乐部。这部讲述洗车工陈硕逆袭成街舞冠军的励志片，凭借高燃舞蹈场面与市井烟火气，被观众称为年度热血佳作。然而在其常规下映后，这部本应登陆流媒体延续热度的影片，却离奇消失长达20个月。直到2025年清明档热烈突然宣布重映，官方解释为弥补观众遗憾，但深究其轨迹会发现，2023年9月主演宋祖儿被曝税务问题后，影片立即陷入发行困境。即便2024年金鸡奖5项提名为其镀金，依然无法突破流媒体上线的冰封期。这种长达2年的冷冻期，在国产电影史上堪称罕见案例。致命蝴蝶效应，税务风波引发的行业地震。主演的税务泥潭。2023年9月，宋祖被实名举报涉嫌偷税漏税。举报材料显示，其在2018年至2021年间通过拆分合同、阴阳合同等方式少缴税款超1500万元。尽管工作室声明不存在偷税行为，但相关部门追缴税款及滞纳金271.69万元的事实，已坐实其税务瑕疵。作为热烈女2号，宋祖儿的戏份贯穿全篇情感线与叙事线，其角色如同精密齿轮，无法通过剪辑剔除。这种困局在影视行业早有前车之鉴。2018年范冰冰事件导致《八清传》耗资5亿重拍《情圣2》因吴秀波丑闻直接撤档。但热烈面临的局面更为复杂，重拍意味着数百个街舞镜头需要重新编排，群戏调度与情感衔接将全面崩溃，制作成本将远超影片总收益。政策红线的威慑力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1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，违法失德艺人参与作品不得播出。虽然宋祖儿未被官方定性为劣迹艺人，但其税务争议已触及监管敏感区。在清朗行动持续深化的背景下，热烈的下架实质是政策风险防控的必然选择。这种预防性下架现象在近年频现，清簪行因吴亦凡事件雪藏叱咤之城，因张哲瀚风波搁浅，均反映出行业对政策风险的过度敏感。资本棋局，从消失到重映的利益博弈。10亿票房执念的魔力。热烈首映票房定格在9.13亿，距离象征行业地位的10亿俱乐部仅一步之遥。这个数字在资本市场具有魔幻意义。10亿是划分 A 级与 S 级项目的分水岭，
直接影响后续 IP 开发价值与广告植入溢价。片方在税务风波后选择冷藏而非上线流媒体，正是为保留冲击10亿的可能性。根据电影管理条例，2年内重映无需重新过审，且能规避流媒体分流票房的隐患。这种商业算计在2025年清明档得到验证。重映首日38%的排片率碾压同期14部新片，向阳、花下一个台风等中小成本影片沦为院线一日游。粉丝经济的野蛮生长，重映背后的资本运作显露狰狞面目。预售开启当日，王一博粉丝通过锁场、包场、保证排片、拼场、组织集体观影等方式，将预售票房推至100万级别。这种操作虽能短期冲高数据，却严重破坏市场秩序。某3线城市影院经理透露，粉丝要求凌晨场次也必须放映，即便控场也要保证排片。这种畸形的数据崇拜，使得电影艺术价值沦为资本市场的话术筹码。4. 行业病灶，系统性危机的集中爆发，流量依赖症的恶果。热烈从立项起便显露流量至上的基因，王一博加黄渤的鲜肉戏骨配方，街舞题材的年轻化定位，暑期档的票房野心，每一步都精准踩中市场热点。但当宋祖事件爆发，这种精心设计的商业模型瞬间崩塌。这印证了影视行业的阿喀琉斯之种过度依赖明星流量，导致项目抗风险能力脆弱。正如博纳影业 CEO 于东所言，现在拍电影像在雷区跳舞，每个演员都可能成为定时炸弹。应急机制的集体缺位。面对主演突发舆情热烈，片方既未向《捉妖记》换角重拍，也未如胜算采用 AI 换脸救场，反而选择消极应对。这种怠惰暴露行业痛点，多数影视公司缺乏风险预案，更无勇气壮士断腕。相比之下，好莱坞的成熟机制值得借鉴。演职员不当行为险能覆盖80%的重拍成本，完片担保制度确保项目抗风险能力。中国电影家协会2024年发布的《影视行业风险管理白皮书》显示，仅12%的国产电影购买完片担保，购买艺人行为险的比例不足5%。5. 文化突围，被资本遮蔽的艺术之光。市井美学的破圈尝试。抛开商业争议，热烈真正价值在于对平民叙事的创新诠释。影片中腊味馆的烟火气，地铁通道的街舞 battle， 洗车工变身舞王的逆袭，构建起全新的市井英雄形象。这种菜市场里的梦想家设定，打破传统励志片的说教感，让观众在陈硕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。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戴锦华评价，这是继少林足球后，对底层奋斗最生动的银幕呈现。文化融合的实验探索。影片通过凯文美式街舞与陈硕中式街舞的对抗，完成文化隐喻的深度探索。决赛场上，陈硕用头盔完成的惊叹号造型，将中国书法美学融入街舞动作，这种文化嫁接在重映时引发学界热议。中国舞蹈家协会指出，这种本土化改造比单纯模仿欧美街舞更具建设性。6. 冷思考，当电影沦为资本游戏的筹码。数据霸权下的艺术迷失。热烈重映首日，某票务平台显示其场均人次不足8人，但排片率仍高居榜首。
这种幽灵场现象映照着中国电影的畸形现状。当10亿票房成为执念，影院经理在排片时不再考虑观众需求，而是屈服于资本压力。这种异化在清明档达到顶峰，观众在粉丝控评、营销轰炸中，早已忘记走进影院的初心。行业自救的破局之道。下架风波暴露的不仅是某部电影的困境，更是整个行业的系统性危机。建立艺人背调数据库，完善影视保险制度，制定电影重映管理办法等举措已刻不容缓。2024年国家电影局推出的清源行动，要求影视公司提交主要演职人员背景调查报告，正是行业自净的重要开端。万达影业率先建立的艺人风险评估模型，通过大数据分析艺人舆情风险，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。黎明前的黑暗，中国电影的未来之问。当陈硕再次在银幕上完成单肘连抛的经典动作，观众席依然会爆发出热烈掌声。但这份感动背后，我们更应看清，艺术生命不应被数据绑架。真正的好电影经得起时间考验，热烈的街舞美学自有其价值，但不应沦为票房游戏的工具。观众不是流量韭菜，锁场、包场等操作本质是对观众选择权的剥夺。健康市场需要多元共生的生态。危机倒逼改革。下架风波若能推动行业建立风险防控体系，将是中国电影因祸得福的转折点。正如影片中丁雷的醒悟，跳舞不是算计，是发自骨子里的热爱。中国电影需要的不是从9亿到10亿的数字跃进，而是找回这份赤诚的创作初心。当资本泡沫退去，留在沙滩上的终将是那些真正温暖人心的光影故事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